今天这事儿啊，可真把我气得够呛，差点就压不住火，当场发飙了。这几天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儿，真是让我又气又笑，心里头那滋味啊，别提多复杂了。也正是这些事儿，让我越发觉得干我们红娘这行太不容易喽。咱今儿个就唠唠小丽的事儿吧。小丽呢是个大龄剩女，不过35岁，在我看来年纪真不算太大。这姑娘长得那叫一个水灵，大眼睛双眼皮，笑起来还有俩酒窝，模样周正得很。性格也没得说，温温柔柔，大大方方的，跟谁都能处得来。可就是这么个好姑娘，在相亲这条路上啊，走的那叫一个磕磕绊绊。每次给她介绍对象，见面的时候吧，男方那边反馈都不错，小丽总能给人留下极好的第一印象。可一到后续发展就出问题了，小丽老是觉着对方不合适，要么就是没那个感觉。我就纳闷了，啥叫合适的感觉啊？这感觉能当饭吃？直到有一回遇到个叫小周的小伙子，嘿，条件还真挺亮眼。27岁，正是年轻有活力的时候，身高1.80米，往那儿一站，倍儿精神。工作稳定，在一家大企业里干技术，收入挺可观，家里条件也还行，没什么负担。小丽一开始见着小周还真有点兴趣，觉着虽说小伙子比自己小了几岁，但人品和条件都摆在那儿，挺能接受的。这小周啊，也是一眼就相中了小丽，那股热情劲儿，就跟开了闸的洪水似的，挡都挡不住。打从认识起，几乎每次见面，都得带着小丽去各种好吃的餐厅打卡，什么法式大餐、日本料理、川渝火锅，只要小丽提一嘴，二话不说就安排上。周末节假日呢，还时不时带着小丽出去旅行，周边游、跨省游，玩的那叫一个不亦乐乎。平日里看到啥小玩意儿、小礼物，觉着小丽能喜欢，顺手就买下来送给她。这几个月下来，他对小丽的付出，用舔狗形容都不为过，还几乎没什么怨言，一门心思就想讨小丽欢心。可咱再看看小丽这边呢，虽说小周鞍前马后地忙活，她内心却始终没啥大的波澜。每次小丽跟我唠嗑，总是那句话，丽姐，她对我太好，确实是个好人。可我就是没感觉，没那种心动的劲儿。说白了，就是一副谢谢你，但我不喜欢你的态度，把小周的热情都给晾在那儿了。时间这么一天天过去，小周心里也开始着急了。他是真喜欢小丽呀，就想着能快点确定关系，这下可好。几乎每天微信消息不断，时不时还来个电话，就想多跟小丽聊几句，了解了解她的日常。小丽呢，一开始还敷衍几句，到后来越来越烦，有时候直接就不回消息了。她还一个劲儿跟我抱怨，丽姐，她这人咋就不懂得放手呢？我都跟她明说了好几次了，我不想再见她，可她就跟听不懂似的。其实啊，我心里门清，小丽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理智得很，觉得自己在感情里特有原则，可实际上她这要求真不低。每次相亲前，她都得给我列出一大串标准，男方身高起码得多少多少，相貌不能太寒碜，职业得有发展前景，最好是上升期的行业，家庭背景也不能差，父母最好都有退休金，没什么大病拖累。她甚至还憧憬着，我就盼着能遇到个让我一眼就心动的人，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就跟电视剧里演的似的。我干红娘这么多年了，啥样的人没见过，她这点心思我早就看透了。她这要求放在年轻小姑娘身上都算高的了，更何况她都35岁了，还这么挑挑拣拣的，那些条件差不多的男生好多都被她一开始就筛掉了，要么就是她心里老犯嘀咕，我还能不能碰到更好的呀？就这么个想法，让她错过了不少真正合适的人。每次见到小丽，听她念叨这些要求，我心里就在叹气。她这完美主义啊，看似给了自己好多选择，实际上呢，就像给自己画了个圈，把自个儿困在里头，怎么都走不出去。再回头看看小周，我这心里也满是无奈，人家小伙子付出了整整6个月啊，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搭进去了，全身心的投入，就盼着能打动小丽的心。结果呢，小丽别说心动了，连个基本的回应都不给。在她心里，这段感情早就是没希望，没未来了。直到那天，事儿终于迎来了个转折。小丽约我见面，
说想跟小周彻底把事儿谈清楚，让他死了这份心，别再纠缠了。我想着也好，把话说开了，省得俩人都别扭。那天一见面，小丽也不含糊，张嘴就来：小周，我真觉得咱俩不合适，你对我太好了，好过头了，可我就是没那种心动的感觉，咱俩不可能走到一块儿，真的。小周一听，当场就愣住了，脸上一阵白一阵红，沉默了老半天，才憋出一句话：小丽，你真就这么确定？你知道我这些天是咋对你的不？我几乎每个周末都陪着你去看电影，带你去吃你爱吃的，送你礼物，给你惊喜。可你呢，从来没给过我一点回应。你说没感觉，我都怀疑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回事儿。当时那场面，我站在旁边，尴尬的脚趾都能抠出3室一厅来。小丽的高要求和小周的执着坚持，就像2把利刃，把这段感情那层遮羞布给彻底撕开了。小丽皱了皱眉头，语气冷冷的：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可我不能勉强自己，没感觉就是没感觉。我在旁边看着，心里那火蹭的一下就冒上来了。我心想，我干这红娘是为了啥呀？不就是想给俩单身的人牵牵线、搭搭桥，帮着他们修成正果吗？这下可好，碰到这么个局面，我能不替小周委屈？人家付出了这么多，你连个好脸色都不给，这对人家公平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很多时候我也能理解小丽的心思。感情这东西确实得看感觉，强扭的瓜不甜，谁也不能逼着自己去接受一段不来电的感情。可他都35岁了，身边优秀的单身男士虽说不少，可也经不住他这么挑啊。他还抱着完美爱情的幻想不撒手，我是真想提醒他一句：姑娘，你可不小了，别再让眼前的机会溜走喽。作为红娘，我的职责可不是强迫他们接受对方，我就盼着他们能睁开眼，看看眼前的幸福。有时候感情这玩意儿不是光靠那一瞬间的心动，更多的是2个人能不能在平平淡淡的日常里找到彼此的默契，培养出共鸣。要是小丽铁了心，就只要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，那她大概率得等个没完没了。毕竟理想和现实之间就像隔着一道鸿沟，不是那么容易跨过去的。咱就说之前介绍给小丽的另一个男生吧，叫大刘。大刘这人32岁，自己开了个小公司，虽说规模不大，但也算是个有上进心的创业青年。长相虽说不算特别出众，但也五官端正，看着挺顺眼。家庭条件一般般，父母都是普通工人，不过好在身体都硬朗。我觉着大刘和小丽挺般配的，就安排他们见了面。见面那天，大刘特意提前订了一家环境优雅的西餐厅，还准备了一束鲜花。小丽到的时候，大刘那热情劲儿就上来了，又是帮忙拉椅子，又是递菜单的。2人一开始聊得还挺愉快，大刘讲了讲自己创业的艰辛和未来的规划，小丽听得也挺认真。可吃完饭，小丽跟我反馈说：丽姐，大刘这人是不错，看着也踏实，可就是少了点那种让我心动的劲儿，总觉得缺了点啥。我一听，心里就咯噔一下，我就知道这事儿又悬了。后来大刘还不死心，约小丽出去看了几次展览，每次都精心准备，给小丽讲解那些艺术品背后的故事。可小丽呢，还是那句话，没感觉。再后来，大刘也有点灰心了，慢慢就断了联系。还有一回，有个在事业单位上班的小王，29岁，工作稳定得很，福利待遇也好，人长得高高瘦瘦，斯斯文文的，戴着副眼镜，特有知识分子的范儿。家庭条件也不错，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家里氛围好。我想着小丽说不定能喜欢，就又给安排上了。2人见面后，小王挺绅士的，处处照顾小丽。他们一起去逛了公园，聊了很多兴趣爱好方面的事儿，发现彼此还挺有共同话题，都喜欢看电影、读书。可没过几天，小丽又来找我，一脸无奈地说：丽姐，小王各方面都好，就是在一起的时候没有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，我不想将就。我当时就有点急了，我说：小丽啊，你都多大了，哪能事事都追求那种心跳的感觉啊？这过日子平平淡淡才是真，你得看看2人合不合得来，有没有共同目标。小丽却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，这段缘分也就这么断了。小丽不是没碰到过条件好的，可她就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关。
他老是拿电视剧、小说里那种浪漫到极致的爱情标准来衡量现实中的感情，这哪行呢？现实生活里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？一见钟情的事儿啊，大多都是日久生情，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发现对方的好。就像我和我家那位，当年也是经人介绍认识的。一开始哪有啥心动的感觉啊，就是觉着彼此条件还算合适，都抱着试试的心态相处。慢慢的一起逛个菜市场，为了几毛钱跟摊主砍价，一起在家里做饭，他给我打下手，我尝尝咸淡。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为了剧情争得面红耳赤。日子久了就发现离不开对方了，这感情也就慢慢培养出来了。我也经常跟小丽讲我的故事，希望她能从中悟到点啥。可她每次都笑笑说，丽姐，我还是想再等等，说不定哪天那个对的人就出现了，让我一眼万年。我看着她，真是又心疼又无奈。再看看小周这边，被小丽拒绝后消沉了好一阵子，整天无精打采的，工作上也频频出错，领导都找他谈了好几次话。他朋友看不下去，拉着他出去喝酒，想让他发泄发泄。喝多了的小周拉着朋友哭诉，我是真喜欢他啊，我到底哪儿做的不对？他为啥就对我没感觉呢？朋友也只能安慰他，感情这事儿不能勉强。也许他真不是你的菜，你往前看，说不定下一个更好。小周虽然嘴上硬着，可心里哪能那么容易就放下啊？他还是时不时会关注小丽的朋友圈，看看她最近过得咋样。要是看到小丽发了条心情不好的动态，他心里就跟着揪起来，犹豫着要不要发个消息问问，可又怕惹小丽厌烦。有一回，小丽在朋友圈发了张自己生病的照片，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病床上打点滴。小周看到后二话不说，买了水果热粥就往医院赶。到了医院，小丽看到他挺惊讶的，说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周挠挠头说，我看到你朋友圈，想着你一个人肯定不方便，就来看看你。小丽心里其实有点感动，但嘴上还是说，谢谢你啊，不过你以后不用这样了，我自己能行。小周没吭声，把东西放下，默默地在旁边坐了一会儿就走了。这事儿之后，小丽跟我讲的时候，语气里透着点复杂的情绪。她说，丽姐，我知道小周是真心对我好，可我就是没办法像他喜欢我那样喜欢他，我是不是太狠心了？我叹了口气说，姑娘，感情这事儿没法勉强，你要是真不喜欢，就早点跟他断干净，别耽误人家，也别折磨自己。小丽点点头，可真要做到彻底断干净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她心里其实也纠结，一方面享受着小周对她的好，一方面又清楚自己给不了他想要的感情回报。在这事儿上，我也反思了很久。作为红娘，是不是我介绍对象的时候，太注重外在条件的匹配，而忽略了感情的培养这一环节呢？也许一开始就应该让双方多接触、多了解，在相处的过程中发现彼此的闪光点，而不是一上来就看对眼，或者看不对眼就 pass。后来，我改变了策略，给那些单身男女牵线的时候，不再只是简单的介绍双方的年龄、工作、家庭背景，而是会多组织一些线下活动，像户外烧烤、手工 DIY、读书分享会之类的，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互动交流。有一对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成的。男生小李和女生小张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对彼此印象都一般般，可在一次户外烧烤活动中，小李发现小张特别细心，烤的鸡翅外焦里嫩，还会贴心的给大家准备湿巾、饮料。小张呢，看到小李幽默风趣，讲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，一下子就觉得这人挺有意思。活动结束后，两人互相留了联系方式，慢慢的开始频繁约会，现在感情好得不得了，都准备结婚了。看到他们修成正果，我心里别提多欣慰了。我就想啊，如果当初小丽和小周也有这样的机会，多在一些日常活动里相处，是不是结果就不一样了呢？不过这世上没有如果，小丽还是继续在相亲的路上寻找着她的理想型，小周也在努力试着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。而我呢，作为红娘，也在不断总结经验，希望能帮更多的单身男女找到属于他们的幸福，不再重蹈小丽和小周的覆辙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丽偶尔还是会跟我分享她相亲的新故事，
每次听完，我都会感慨万千，希望他终有一天能明白，爱情不只是心动的瞬间，更是长久的陪伴与相互的理解，抓住属于自己的幸福。而我也会一直在这红娘的岗位上，为每一份爱情助力，让缘分不再擦肩而过。